顾影深带着苏婉踏进顾家别墅大门的那一刻，林婉正在客厅里插花。5月的风从落地窗灌进来，带着初夏的燥热。林婉穿着一身米白色的家居服，头发松松的挽在脑后，手里握着一把剪刀，正专注地修剪着一束洋桔梗。阳光落在她纤长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她看起来宁静的像一幅油画。林婉，顾影深的声音冷硬如铁。林婉没有抬头，只是将一支修剪好的花插进花瓶，语气平淡：顾总回来了。这声顾总让顾影深皱了皱眉。他们结婚3年，林婉一直叫他景深，哪怕是在他最忙的时候，他也会温柔地唤他的名字。可这5个月来，他给他发的消息越来越少，最后1个月甚至1条都没有。但他没空深究，他侧身让了一步，露出身后的人。苏婉穿着一件宽松的孕妇裙，手扶着尚且平坦的小腹，仔细看已经微微隆起，约莫有5个月的身孕。她画着精致的妆容，眼眶却红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手里捏着一份文件。顾太太，对不起，苏婉的声音细若蚊蝇，我怀了景深的孩子。林婉终于抬起头，目光在苏婉脸上停留了1秒，然后落在她的肚子上。5个月。很好，时间对得上。所以呢？林婉问。顾影深似乎没料到她如此平静。他预想中的场景是林婉歇斯底里的哭闹，是砸东西，是跪下来求他不要走，就像过去3年里他对他百依百顺的样子。可此刻的林婉太冷静了，冷静的让他心里莫名发慌。但他很快压下那丝不安。他现在是顾氏集团的总裁，身价数十亿，而林婉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离开他什么都不是。林婉，我们离婚吧。顾影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离婚协议，婉婉怀了我的孩子，我要给她一个名分。这套别墅归你，另外给你500万，算是这3年的补偿。你签字，明天去办手续。500万，林婉差点笑出声。顾氏集团3年前濒临破产，是他动用了父母留下的遗产和人脉，陪着他日夜颠倒的谈判、喝酒、做方案，才让他起死回生。如今顾氏市值几十亿，他却想用500万打发他。如果我不签呢？林婉问。苏婉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顾太太，求求你成全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这5个月景深一直陪着我做产检，他真的很在乎这个孩子。你占着顾太太的位置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生不出孩子，难道还要让别人也生不出吗？这话恶毒又刺耳。林婉确实结婚3年未育，不是她不能生，是顾影深说创业期不要孩子，每一次她都乖乖吃药，而现在这成了他们攻击她的武器。林婉，别无理取闹。顾影深不耐烦地看了眼手表，我下午还有会，你快点签字，今晚之前搬出去，婉婉要住进来养胎。今晚之前搬出去。林婉终于放下剪刀，站起身。她1.68米的身高，穿着平底鞋，却比踩着高跟鞋的苏婉高出半个头。她缓步走到顾影深面前，没有看那份离婚协议，而是直视着这个同床共枕3年的男人。顾影深，你知道我这5个月在做什么吗？你能做什么？顾影深嗤笑，逛街、美容，约你那些阔太太喝茶。林婉，离开我，你连份工作都找不到。500万不少了，省着点花，够你过几年。林婉点点头，转身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他动作很慢，慢到顾影深开始不耐烦。然后他抽出了第1份文件，轻轻放在离婚协议旁边。顾总，这是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我们已经在法律上解除婚姻关系2个月了。顾影深瞳孔骤缩。不可能，他一把抓起文件，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文件上赫然写着原告林婉，被告顾影深，判决结果是准予离婚，日期是2个月前，公章鲜红刺眼。你怎么可能？顾影深的声音在发抖，我根本没有收到传票，我没有签字。哦，林婉轻描淡写，你这5个月不是陪苏小姐备孕吗？电话不接，消息不回，人也不在家。法院公告送达，你缺席审判，依法判决。
苏婉的脸色瞬间惨白。林婉又抽出第二份文件，这是别墅的房产证过户证明，房子已经卖了，买家上周刚付清尾款。我现在住在这里，只是因为新房东允许我暂住到月底。顾颖深如遭雷击，这套别墅是他名下最值钱的固定资产之一，市值3000万。你凭什么卖我的房子？他怒吼。你的房子，林婉轻笑，顾颖深，你忘了吗？3年前买这套房的时候，你名下有债务纠纷，为了避债，房产登记在我一个人名下。婚内财产协议里写得清清楚楚，这套房归我单独所有。哦，对了，那份协议是你亲手签的字。顾颖深想起来了，3年前他确实签过一份婚内财产协议。那时候故事刚起步，他怕债主找上门，把房子、车子都登记在林婉名下。后来他事业做大，早就忘了这茬，也从未想过要改回来，因为他笃定林婉离不开他。还有，林婉拿出第3份文件，这次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真实的愉悦，这是我的结婚证。林婉与沈燕，登记日期是上个月。顾总，我现在是沈太太了。轰！顾颖深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他盯着那张结婚证，照片上的林婉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笑容明亮而温柔。他身边的男人眉眼清俊，气质金贵，正侧头看着他，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宠溺。沈燕，顾颖深认识这个人？不，何止认识，沈燕是他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沈氏集团的掌舵人，也是他最忌惮的人。你改嫁沈燕？顾颖深的声音嘶哑的不像话，你们什么时候？顾颖深，林婉收起结婚证，眼神终于冷了下来。你以为这5个月我在家里等你回心转意？你以为我林婉会为了一个出轨的烂男人守着空房以泪洗面？他向前一步，逼近顾颖深，一字一句。你陪秘书备孕的5个月，我卖掉了你的房子，分走了你的财产，嫁给了你的死对头。现在带着你的小三滚出我的视线。时间倒回3个月前，那是顾颖深出差的前1周。林婉像往常一样做好了午饭，用保温盒装好，开车去顾氏集团给顾颖深送饭。他每周3都会去，这是婚后养成的习惯。顾颖深胃不好，吃不得外卖，他便变着花样给他做养胃的餐食。前台小姐看到他，眼神闪烁了一下。顾太太，顾总在开会。没关系，我上去等他。林婉微笑着按下电梯。他太熟悉顾氏集团了。3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公司，办公室租在破旧的写字楼里。是他陪着顾颖深一家家见投资人，是他熬了无数个通宵帮他改商业计划书，是他动用了父亲生前所有的关系，才拉来了第一笔救命资金。顾氏集团的每一个老员工都认识他，都叫他一声嫂子。电梯停在28楼，总裁办。林婉拎着保温盒，脚步轻快地走向顾颖深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刚要推门，里面传来了女人的娇笑声。顾总，您坏死了，这样被人看到怎么办？怕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顾颖深的声音带着林婉陌生的慵懒。过来，让我亲一下。不要吗？人家今天穿了您最喜欢的丝袜。林婉的手僵在门把手上，他透过门缝看进去。顾颖深坐在他的真皮座椅上，苏婉跨坐在他腿上，双手环着他的脖子。苏婉的衬衫扣子解开了3颗，裙子撩到了大腿根。顾颖深的手正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两人吻得难解难分。办公桌上还放着一个拆开的验孕棒包装盒。林婉认识苏婉，顾氏集团半年前新招的总裁秘书，23岁，刚毕业，长相清纯，说话细声细气。顾颖深提过几次，说小姑娘做事机灵，很得他心意。当时林婉还天真的提醒他，小姑娘心思单纯，你别太严厉，吓着人家。原来人家心思一点都不单纯。林婉没有冲进去，他甚至没有发出声音，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办公室里那对交缠的男女，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一点点冻住了。他想起上周顾颖深回家，身上有一股陌生的香水味。他问起来，
他说是客户送的香水小样，不小心沾上了。他想起上个月顾颖深说公司忙，连续半个月住在公司宿舍。他心疼他，每天早起熬汤送到公司，却连他的面都没见到。他想起这半年来，顾颖深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他以为是工作压力，是婚姻倦怠期，他更加小心翼翼地讨好他，学做新菜，买性感睡衣，计划结婚纪念日旅行。原来不是倦怠，是背叛。办公室里的声音越来越不堪入耳。苏婉娇喘着，顾总，我好像怀孕了，昨天验的2条杠。顾颖深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狂喜，真的？苏婉低下头，可是顾太太怎么办？她会不会闹？她敢？顾颖深冷笑，林婉离了我活不了。她要是识相，就乖乖让位。她跟着我这3年，吃我的穿我的，我给她500万够她花了。婉婉，你给我生的可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可是顾总，您还没离婚，孩子生下来就是私生子。放心，顾颖深吻了吻他的额头，我已经在安排了。下周我以海外项目的名义带你去美国，你在那边养胎，等孩子生下来，我带着亲子鉴定回来逼他离婚。他生不出孩子，本来就理亏，到时候由不得他不签。林婉在门外浑身冰冷，原来连逼宫的剧本都写好了。原来他这3年的付出，在他眼里只是吃他的穿他的。原来他因为爱他而推迟的生育计划，成了他攻击他的理由。保温盒从他手中滑落，砸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办公室里的声音戛然而止。谁？顾颖深厉声喝道。林婉没有跑，他弯腰捡起保温盒，用袖子擦了擦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推开了门。顾颖深和苏婉都愣住了。苏婉还跨坐在顾颖深腿上，衣衫不整，脸上的潮红未退。顾颖深的手还停在苏婉的腰上，时间仿佛凝固了3秒。林婉，顾颖深猛地推开苏婉，站了起来，你怎么来了？来给你送饭。林婉的声音平静的可怕，她将保温盒放在办公桌上，山药排骨汤，养胃的。苏婉慌忙整理衣服，眼眶一红，顾太太，对不起，我和顾总。你不用跟我道歉。林婉看着他，甚至微微笑了一下，你应该跟他未来的太太道歉。不过那不是我。他转向顾颖深，顾总，饭记得喝，凉了对胃不好。我先走了。他转身离开，步伐平稳，背脊挺直。顾颖深追了出来，林婉，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林婉在电梯口停下，回头看他，解释你们只是在讨论工作？解释他衣服是自己掉的？还是解释那个验孕棒是帮朋友买的？顾颖深语塞。顾颖深，林婉看着这个曾经让他心动的男人，声音轻得像一片雪花，我们结婚那天，你在婚礼上说过什么，还记得吗？顾颖深张了张嘴。你说，林婉，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如果背叛你，就让我众叛亲离，一无所有。电梯门开了，林婉走进去，在门合上的瞬间，她看着顾颖深的眼睛，轻声说，我等着看那一天。那天晚上，顾颖深没有回家，他发来一条消息，林婉，给我点时间，我会处理好的。林婉看着那条消息，笑了。处理好？怎么处理？让苏婉打掉孩子，然后当什么都没发生？还是给他一笔钱，让他继续当顾太太，等着下一次背叛？林婉没有回复。他坐在书房里，打开了那个他3年没有碰过的保险箱。保险箱里放着他的重要证件，还有一些他几乎遗忘的文件。他翻找着，指尖触到一个牛皮纸袋，纸袋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文件，最上面那份标题赫然是婚内财产协议。他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记忆逐渐清晰。3年前，顾颖深创业初期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追得东躲西藏。那时候他们刚领证，顾颖深怕连累他，更怕债主查封财产，便和他签了这份协议。位于本市滨江路88号的别墅，市值约800万，系婚后购置，因男方存在婚前及婚后个人债务，为规避风险，
双方约定该房产归女方林婉单独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男方名下顾氏科技有限公司 30% 股权，当时价值极低，由女方代持 15%， 代持期间该部分股权对应的权益归女方所有。双方各自名下的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归各自所有。林婉的手指微微颤抖，她当时签这份协议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她想的是夫妻一体，不分彼此，她想的是帮顾颖深渡过难关。她甚至没要彩礼，没办盛大的婚礼，把父母留下的200万存款全部投进了顾氏集团。而顾颖深呢？他在公司做起来之后，从未提过要变更这些协议，不是因为他记得他的好，而是因为他根本忘了。在他眼里，林婉的一切都是他的，他不敢也不会背叛他。林婉继续翻找，又找到了一份文件，授权委托书。本人顾颖深因长期出差及工作繁忙，特委托妻子林婉代为处理以下事务：一、代为收取本人名下部分投资收益；二、代为签署与顾氏集团相关的部分商业文件；三、代为处置本人名下位于本市的3套投资性房产。这份委托书是2年前签的，那时候顾颖深要去欧洲谈一个并购案，为期2个月，他怕耽误国内的一些投资事务，便全权委托林婉处理。林婉看着这份委托书，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伤心的泪，是醒悟的泪。他林婉名校财经系硕士毕业，父亲生前是知名投资人，母亲家是法律世家。他为了顾颖深，放弃了投行的高薪 offer， 放弃了光鲜亮丽的事业，甘愿做一个洗手做羹汤的家庭主妇。他以为这叫爱情，他以为牺牲是婚姻的必修课，他以为顾颖深会珍惜他的付出，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林婉擦干眼泪，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3年没有联系的号码。电话响了3声，被接起。婉婉，对方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是你吗？是我，沈燕。林婉的声音有些沙哑，你之前说如果我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找你，这话还算数吗？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随即传来坚定的声音，算数，永远算数。你在哪？在家。等我20分钟。20分钟后，门铃响了。林婉打开门，看到了沈燕。她和3年前一样，身形挺拔，眉眼如画，只是气质更加沉稳内敛。她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显然是刚从某个会议上赶过来，领带都还没系好。看到林婉的瞬间，沈燕的眼神软了下来。怎么了？她问，声音温柔的像在哄一个受惊的孩子。林婉让开门，进来说吧。沈燕走进客厅，目光扫过这个她3年未曾踏足的地方。3年前，林婉嫁给顾颖深的时候，她人在国外，接到消息时已经晚了。她喝了整整1夜的酒，然后把自己埋进工作里，再没打扰过她的生活。可她一直在关注他，她知道他每周3去给顾颖深送饭，知道他学做菜烫伤了手，知道他为了顾颖深放弃了所有社交，知道他在这栋漂亮的别墅里过着近乎囚禁的生活。顾颖深出轨了，林婉给沈燕倒了一杯水，语气平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秘书怀孕了，他要陪她去国外备孕，然后回来逼我离婚。沈燕握着水杯的手骤然收紧，指节泛白。这个混蛋，他的声音很低，却带着压抑的怒意。婉婉，你想怎么做？林婉在他面前坐下，眼神是从未有过的清明。我想让他众叛亲离，一无所有，就像他当年在婚礼上发的誓那样。但我不想变成和他一样的人，我要合法合理的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沈燕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心疼，有欣赏，还有一丝藏不住的欢喜。这才是我认识的林婉。他说，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林婉拿出那份婚内财产协议和授权委托书。首先，我需要你帮我联系最好的离婚律师。其次，我要在顾颖深离开的这5个月里完成财产分割、房产处置，以及……他顿了顿，直视沈燕的眼睛，以及重新找回我自己。沈燕伸出手，轻轻附在他的手背上，
我陪你。他的手温暖而干燥，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林婉没有抽回手，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轻声说，沈燕，你知道吗？这3年来，我第一次觉得黑夜没那么可怕了。顾影深离开的那天是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他拖着行李箱在玄关处抱了抱林婉，林婉，我去美国2个月，那边有个并购案要盯，你在家好好的，有什么事找陈助理。林婉靠在他怀里，闻着他身上那股陌生的香水味，苏婉的味道。他轻轻点头，一路平安。等我回来，我们好好谈谈。顾影深吻了吻他的额头，你知道的，我最爱的还是你。苏婉的事是个意外，但孩子是无辜的。你给我点时间，我会处理好的。好。林婉微笑着，我等你。等你回来，发现一切都已物是人非。顾影深走后，林婉立刻行动起来。第一步，律师。沈燕介绍的是业内最顶尖的离婚律师，姓周，专攻高净值人群婚姻财产纠纷。周律师看了林婉带来的文件，眼睛一亮。林小姐，这份婚内财产协议签得很规范，有公证处的公章，具有完全法律效力。这套别墅确实是您的个人财产，您可以自由处置，不需要顾影深同意。那如果我想卖掉呢？当然可以。不过，周律师推了推眼镜，考虑到顾氏集团目前的市值，以及您提到您曾为顾氏投入大量资金和人脉，我建议您在卖房的同时启动离婚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顾影深名下还有3套投资性房产、多处理财产品，以及顾氏集团 45% 的股权，这些都需要在离婚时进行分割。问题是，林婉皱眉，他现在人在美国，我联系不上他。诉讼离婚需要他出庭？不需要，周律师笑了，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顾影深长期滞留国外，法院可以通过公告方式送达传票。公告期满，他仍不应诉，法院可以缺席审理并判决。需要多久？从立案到判决3到5个月，正好卡在他回来的时间点。林婉点头，那就开始吧。第二步，房产。林婉通过中介挂出了别墅的出售信息，市值3000万的豪宅，他标价2800万，要求全款1个月内付清。消息一放出去，看房的人络绎不绝。但林婉挑买家挑得很仔细，他不要贷款买家，不要分期，他要的是一次性付清全款，并且能快速过户的人。1周后，一个买家出现了，沈燕。他以个人名义全款2800万买下了这套别墅。你疯了！林婉在签约现场瞪着他，你明明有自己的房子，买这个干什么？投资。沈燕面不改色，滨江路的地段，这个价格很划算。而且，他顿了顿，看着他，而且我想让你知道，你随时可以住在这里。这不是他的房子，是你的。就算卖了，我也不允许你无家可归。林婉的眼眶红了。过户手续办得很快，拿到房款的那天，林婉将2000万转入了一个新开设的投资账户，剩下的800万留作流动资金。第三步，顾影深的资产。通过那份2年前的授权委托书，林婉查清了顾影深名下的所有投资性资产，3套公寓，总价值约1500万，股票账户，市值约800万，还有几个私募基金的投资份额。周律师帮他分析，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是2年，从签署之日起算，现在还在有效期内，但代为处置的权限比较模糊，如果直接卖掉，顾影深回来后可能会起诉你无权处分。那如果我只是代为管理呢？林婉问，比如将股票账户里的资金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这属于灰色地带。但如果能证明转移是为了避免资产贬值，且你并未从中牟利，法律上是可以辩解的。林婉沉思片刻，做出了决定。他将顾影深股票账户里的资金全部转入了顾氏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账户，那个子公司正是他当年用父母遗产投资设立的，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
然后他用这个子公司的名义低价收购了顾影深名下3套公寓中的2套，操作很隐蔽，通过多层股权架构，外人很难看出关联。至于剩下的那套公寓和私募基金，他暂时没动，他要给顾影深留一点，免得他狗急跳墙。第4步，顾氏集团的暗棋，这是林婉最狠的一步。顾氏集团能有今天，靠的不是顾影深一个人的能力。当年拉来的第一笔投资是林婉父亲的老友投的，最大的客户资源是林婉母亲家的关系介绍的，就连公司现在的财务总监都是林婉的大学同学。这3年来，林婉虽然不在公司任职，但他从未真正离开过。他每周都会和财务总监通一次电话，了解公司的资金状况。他会帮顾影深审核重要的商业合同，指出其中的风险条款。他甚至还在幕后牵线，帮顾氏集团拿下了2个至关重要的政府项目。顾影深不知道这些，他以为这些都是他自己能力出众。林婉在这5个月里 quietly 做了几件事。他给那个政府项目的负责人发了消息，暗示顾氏集团内部可能出现人事变动，项目合作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他让财务总监不小心泄露了一份公司现金流紧张的内部报告给竞争对手。他终止了顾氏集团与一家核心供应商的长期合作，那份合同是他牵线签的。现在他让供应商合理的选择了涨价，逼得顾氏不得不重新谈判。这些动作都不违法，甚至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合在一起足以让顾氏集团在顾影深不在的5个月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第5步，沈燕。这5个月，沈燕几乎成了林婉的影子。他帮他找律师，找中介，找投资人，他陪他去法院立案，去房管局过户，去银行开户。他在他失眠的夜里陪他聊天，在他崩溃的边缘给他拥抱。沈燕，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1个月后的某个深夜，林婉问他。沈燕正在帮他整理文件，闻言抬起头，目光灼灼，因为我爱你。从大学到现在10年了。林婉愣住了。我知道你现在不需要爱情。沈燕放下文件，走到他面前，你需要的是复仇，是尊严，是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我可以等，等这一切都结束，等你的心腾出位置。如果永远腾不出呢？那我就等一辈子。沈燕笑了笑，反正这10年我也等过来了。林婉看着他，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伸出手，轻轻抱住了他。这是3个月来，他第一次主动拥抱一个人。沈燕的身体僵了一瞬，随即紧紧回抱住他，像抱住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时间回到顾影深和苏婉赴美备孕的第2个月。美国，洛杉矶。顾影深租了一套带泳池的别墅，苏婉每天养尊处优的住着，吃着最贵的补品，做着最贵的产检。但苏婉心里越来越慌，因为她根本没怀孕。2个月前那个验孕棒是她做了手脚的，她在验孕棒上涂了某种药物，可以让试纸显示2条杠。她本想用这个借口逼顾影深离婚，没想到顾影深竟然真的信了，还决定带她来美国备孕。来美国容易，怀孕难。苏婉每天绞尽脑汁的拖延，今天说体质需要调理，明天说美国医生让先备孕3个月再怀孕，后天又说排卵期还没到。顾影深虽然着急，但也没怀疑。他正忙着远程处理公司的事务，虽然他发现公司最近似乎出了些问题，几个项目进展不顺，客户态度暧昧，但他以为是手下人办事不力，并未深究。景深，某天晚上，苏婉依偎在他怀里，娇声说，我想买那个爱马仕的包包，新款的，限量款。买。顾影深大手一挥，刷我的卡。还有那个珠宝，我看中了一套钻石项链。买。苏婉笑得花枝乱颤。他跟着顾影深，图的就是钱。顾影深比他大8岁，有老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钱，而且对他大方。他计划得很好，先骗他说怀孕，稳住地位，然后在美国这半年里真的怀上他的孩子，如果怀不上，就伪造一份流产证明，博取同情，继续要钱。可他没想到，
顾颖深对这个孩子的重视程度远超他的想象。他不仅给他买包买珠宝，还开始修改遗嘱，准备将顾氏集团 30% 的股权留给未出生的孩子。他甚至联系了一家信托基金，每年拨出500万作为孩子的成长基金。苏婉听得心惊肉跳，万一孩子的事穿帮了，顾颖深会不会杀了他？他开始更加小心的避孕，每次和顾颖深同房后，他都会偷偷吃避孕药。他不能真的怀孕，至少现在不能。他还没拿到足够的钱，还没当上顾太太。而顾颖深对此一无所知。他沉浸在做父亲的喜悦里，每天给苏婉订鲜花，陪她散步，甚至学着做饭。他在朋友圈里发了苏婉的背影，没露脸，配文期待小生命的到来，收获了无数点赞和祝福。他完全忘了，在国内还有一个他法律上的妻子。或者说，他以为林婉会在家里等他回去谈判，等他施舍般的给他500万，然后哭着签字离婚。他从未想过林婉会不按照他的剧本走。第3个月，顾颖深接到了公司财务总监的电话。顾总，出事了，政府那个项目可能要黄。什么？顾颖深大怒，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盯紧了吗？对方说对我们公司的资金状况有疑虑，而且核心供应商突然涨价 30%， 我们的成本根本覆盖不了。废物，都是废物！顾颖深暴怒，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他挂了电话，心情烦躁。苏婉适时的端来一杯红酒，柔声安慰，景深，别生气，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公司的事等你回去再处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顾颖深看着他微微隆起的小腹，其实那是苏婉店的假体，他已经买了各种尺寸的假孕肚，准备按月增大，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你说的对，他摸了摸苏婉的肚子，没什么比我的孩子重要。那些废物等我回去再收拾。第4个月，顾氏集团的股价开始下跌。顾颖深不得不每天花大量时间远程开会，但时差和网络问题让沟通效率极低。他几次想提前回国，都被苏婉以产检重要胎气不稳为由拦住了。景深，你就再陪我1个月吗？等做完这次大排畸，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苏婉眼泪汪汪的看着他，我不想一个人在美国，我害怕。顾颖深心软了，他想着反正就1个月，公司再乱也乱不到哪去。等回去后，他先搞定林婉，离婚娶苏婉，然后全力整顿公司。他完全不知道，这1个月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5个月，也就是林婉拿到离婚判决书的那段时间，顾颖深终于带着苏婉回国了。苏婉的孕肚已经很明显了，她换了一个大号的假体，小心翼翼的用孕妇裙遮掩着。她计划着回国后立刻流产，把责任推到林婉身上，说林婉逼她、气她，导致她流产。这样既能销毁证据，又能让顾颖深更恨林婉，加速离婚。他算盘打得精响，可他不知道林婉的算盘比他想100倍。让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拨前，看看这5个月里，林婉是如何在法律上单方面结束这段婚姻的。顾颖深离开后的第1周，林婉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诉讼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顾颖深存在重大过错，出轨，与他人同居，请求在财产分割时对原告予以倾斜。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万元。证据材料：顾颖深与苏婉在办公室亲热的视频，林婉那天在门外用手机拍的，虽然角度不好，但足以辨认。苏婉的孕检报告复印件，顾颖深走前落在书房的。婚内财产协议及公证书，林婉为顾氏集团投入资金的银行流水。顾颖深长期与苏婉同居的证明、酒店开房记录、机票信息由审验的人帮忙调取。法院立案后，开始向顾颖深送达传票。第1次送达，邮寄至顾氏集团，被前台退回，称顾总出国了，不在。第2次送达，邮寄至别墅，林婉签收后表示无法转交，我们感情破裂，没有联系。
第3次送达，法院尝试电话通知，顾颖深的手机关机，他在美国换了当地号码，国内的手机基本不用。于是法院依法采取公告送达，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这60天里，顾颖深完全不知情。他在美国陪着苏婉，每天想着孩子，偶尔远程骂下属，从未想过翻开国内的报纸看看。公告期满，开庭日定在3个月后。开庭那天，顾颖深当然没有出庭。林婉出庭了，带着周律师。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头发挽起，妆容精致，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凌厉而优雅的气场，完全不像一个被抛弃的家庭主妇，倒像是一个来谈并购案的女总裁。法庭上，周律师侃侃而谈。审判长，被告顾颖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苏婉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致其怀孕。更为恶劣的是，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携带该异性前往美国同居，长达数月，拒不回国，拒不履行夫妻义务，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与他人同居，且情节恶劣，夫妻感情却已破裂，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关于财产分割，原告与被告曾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滨江路别墅归原告单独所有，该协议合法有效。此外，被告名下的3套投资性房产、股票账户及顾氏集团股权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分割。鉴于被告存在重大过错，且原告在婚姻期间为顾氏集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请求法院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原告予以适当倾斜。由于顾颖深缺席，法庭进行了单方质证和辩论。林婉提供的证据链完整，逻辑清晰，法院全部采信。1个月后，判决书下达，准予原告林婉与被告顾颖深离婚。位于本市滨江路88号的别墅归原告林婉所有。被告顾颖深名下的2套投资性房产，因第3套已被合法处置，不在判决范围内，归原告林婉所有，作为对原告的补偿。被告顾颖深名下的股票账户资金，扣除已被合法转移的部分后，剩余部分由原被告平分。被告顾颖深持有的顾氏集团 45% 股权中，有 15% 系原告代持，归原告所有，剩余 30% 股权因涉及公司其他股东权益暂不分割，由原被告另行协商或另案处理。被告顾颖深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300万元。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林婉站在法院门口，仰头看着天空，阳光刺眼，他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清明。沈燕的车停在路边，他倚着车门朝他伸出手，恭喜沈太太。哦，现在还不是，不过快了。林婉笑了，朝他走去。下一步，他坐进车里，系好安全带，卖掉别墅，然后什么？然后嫁给你。沈燕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抖，车子差点撞上花坛。你说真的？他的声音在发抖。真的。林婉看着前方，眼神坚定。沈燕，这3个月我想明白了，我不需要为一段烂掉的婚姻守孝，我不需要等3年5年才有资格重新开始。顾颖深可以带着小三出国逍遥，我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幸福？但我现在还没完全放下，他坦诚地说，我心里还有恨，还有不甘。你确定要娶这样的我吗？沈燕深吸一口气，忽然解开安全带，轻身过来，稳住了他。这个吻温柔而绵长，带着10年的等待和克制。我确定。他在他唇边低语，你的恨，我陪你发泄；你的不甘，我帮你抚平。林婉，我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你，是真实的你。1个月后，林婉和沈燕领了结婚证。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只是在民政局门口，沈燕给他买了一束洋桔梗，和他3年前插的那束一模一样。为什么选洋桔梗？林婉问。因为花语是沈燕看着他，目光温柔，不变的爱和重新出发的勇气。现在让我们回到第1章的那个下午。顾颖深站在客厅里，
手里捏着那3份文件，浑身发抖。离婚判决书、房产过户证明、林婉和沈燕的结婚证，每一份都像一把刀，狠狠地捅进他的心脏。不可能，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你怎么可能，你怎么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林婉重新坐回沙发上，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轻轻抿了一口。顾影深，你以为这5个月我在家里等你回心转意？你以为我会像条狗一样等着你扔根骨头？你早就计划好了。顾影深死死盯着他，你早就知道我和苏婉。3个月前我给你送饭那天，林婉放下茶杯，我就在你办公室门外。你们说的话做的事我听得一清二楚，看得一清二楚。顾影深的脸色瞬间惨白。包括你说要陪他去美国备孕，回来逼我离婚，包括你说给我500万让我识相点签字。林婉轻笑，顾影深，你的剧本写得不错，可惜我不想演。苏婉站在一旁，已经吓得说不出话。她扶着假孕肚，腿在发抖。还有你，苏小姐。林婉的目光转向她，5个月的孕肚，对吧？让我猜猜，里面垫的是硅胶假体还是棉花枕头？苏婉猛地捂住肚子，脸色煞白。你胡说什么？我明明怀孕了。是吗？林婉从手机里调出一份文件，这是你在洛杉矶某家医院的就诊记录。真巧，我有个朋友在那家医院工作。记录显示，你每个月都去妇产科，但做的不是产检，是避孕咨询。更巧的是，林婉又调出一份购物记录，这是你在亚马逊上的购买记录。3个月前，你下单了一款可调节大小假孕肚，售价$199，买家评价非常逼真，连老公都骗了。苏小姐，需要我把评价截图发给你看看吗？苏婉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顾影深猛地转头看向苏婉，他说的是真的？不是，景深，你听我解释。苏婉眼泪汪汪的去拉他的手，我是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我才……滚开！顾影深一把甩开他，苏婉踉跄着撞在茶几上，假孕肚歪到了一边，露出里面填充的海绵。顾影深看着那个歪掉的假肚子，只觉得天旋地转。5个月，他抛下公司，抛下一切，陪了这个女人5个月，她竟然没怀孕，他竟然一直在骗他。苏婉，顾影深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我杀了你！他扑向苏婉，掐住她的脖子。苏婉拼命挣扎，哭喊着，景深，我错了，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林婉冷眼看着这一切，没有阻止。直到苏婉的脸涨得发紫，林婉才淡淡开口，顾影深，松手吧，杀了他，你要偿命，为了这种人，不值得。顾影深的手僵住了，他缓缓松开苏婉，转头看向林婉，眼神复杂的难以形容，有愤怒，有震惊，有悔恨，还有一丝恐惧。林婉，他的声音嘶哑，我们谈谈财产的事，我们可以重新谈。那些房子，那些股票，还有公司，没什么好谈的。林婉站起身，判决书已经生效，财产已经分割完毕，别墅我卖了，钱在我账上。你名下的2套公寓，法院判给了我，上周已经过户。你的股票，该分的我已经分了。至于顾氏集团的股权，他顿了顿，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那15%代持股权，我已经转让给沈燕了。现在他是顾氏集团的第2大股东。什么？顾影深如遭雷击。哦，忘了告诉你。林婉看了看手表，沈燕现在应该正在顾氏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议题是，鉴于原董事长顾影深长期失联，导致公司重大损失，提议罢免其董事长职务，由沈燕接任。顾影深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他颤抖着摸出手机，拨通了公司副总电话。电话接通，副总的声音疲惫而冷漠，顾总，您终于接电话了。董事会已经结束了，全票通过，罢免您的董事长职务。沈总，哦不，沈董事长已经接管了公司。另外，副总顿了顿，政府那个项目彻底黄了，核心供应商已经终止合作，银行抽贷，公司账上的钱只够发下个月工资。顾总，
顾氏集团完了。手机从顾颖深手中滑落，砸在地上，屏幕碎裂。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这个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客厅，看着眼前这个他曾经以为会永远属于他的女人。忽然间，他想起3年前，那时候顾氏集团濒临破产，他每天借酒浇愁，是林婉把他从酒吧里拖出来，给他煮醒酒汤，陪他改方案，一家家去求投资人。有一次他喝醉了，抱着他哭，林婉，如果我失败了，一无所有了，你还会跟着我吗？林婉摸着他的头，温柔地说，会，就算你一无所有，我也跟着你。那时候他信了。后来他成功了，他以为是自己能力强，他以为林婉能跟着他是因为他的钱和地位。他开始嫌弃他不会打扮，嫌弃他只会做饭，嫌弃他生不出孩子。他忘了，没有林婉，他顾颖深什么都不是。林婉，顾颖深的声音带着哭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们复婚，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你，我赶走苏婉，我。顾颖深，林婉打断他，语气平静的像一潭死水，你还记得结婚那天你发的誓吗？顾颖深愣住了，你说如果背叛我，就让你众叛亲离，一无所有。林婉拿起包朝门口走去，在玄关处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现在誓言应验了，顾颖深和苏婉是被物业请出别墅的，因为房子已经卖了，新业主沈燕通知物业，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顾颖深站在别墅区的大门口，看着那扇他曾经每天进出的铁门，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像个荒诞的梦。苏婉还在哭哭啼啼地缠着他，景深，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滚！顾颖深一巴掌扇在他脸上，都是你这个贱人，如果不是你，林婉不会离开我，顾氏集团不会垮。苏婉捂着脸，终于露出了真面目，顾颖深，你打我？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你出轨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林婉？你现在落魄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告诉你，我这5个月花你的钱，买包买珠宝，加起来也有200-300万了，你想拿回去？门都没有。两人当街撕扯起来，最后惊动了保安，双双被赶出了别墅区。这一幕被人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景浩顾氏集团总裁当街殴打孕妇景浩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虽然苏婉的假孕很快被扒出来，但顾颖深的形象已经彻底崩塌。出轨、包养情妇、抛弃原配、公司破产，每一个标签都足以让他身败名裂。1周后，顾氏集团宣布破产清算。顾颖深背负了巨额债务，名下的最后一套公寓和私募基金被法院查封拍卖。他从身价数十亿的总裁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失信人。苏婉早就跑了，带着他骗来的珠宝和存款消失得无影无踪。顾颖深试图联系以前的朋友、合作伙伴，但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他这才发现，他这3年得罪了多少人，又亏欠了多少人。那些曾经对他笑脸相迎的人，如今连电话都不接。他租了一间地下室，每天酗酒，浑浑噩噩。某天夜里，他醉倒在街头，被送进了医院，急性胃出血，需要手术。他躺在病床上，翻遍手机，找不到一个可以为他签字的人。最后，护士按照流程联系了他在系统中的前妻。电话打到林婉那里时，他正在沈燕的公寓里，不，现在也是他的家了，做晚饭。听到顾颖深的名字，他沉默了1秒，然后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没有任何关系，请不要再联系我。他挂了电话，将那个号码彻底拉黑。沈燕从身后抱住他，下巴抵在他的肩窝，心软了。没有，林婉靠在他怀里，只是感慨。3年前他胃出血，是我守在医院3天3夜，给他擦身、喂饭、盯着输液。现在他躺在医院里，我连去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你不爱他了。对，不爱了。林婉转过身，看着沈燕的眼睛，沈燕，你知道吗？恨一个人，其实是因为还在乎。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你连恨都懒得恨。他现在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一个
教训。什么教训？永远不要为任何人放弃你自己。沈燕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那你后悔吗？那3年？林婉想了想，摇头，不后悔。没有那3年，我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也不会遇到真正的幸福。他踮起脚尖，主动吻上了沈燕的唇。3个月后，林婉和沈燕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婚礼在海边举行，只邀请了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林婉穿着简单的白色婚纱，没有繁复的蕾丝和钻石，却美得惊心动魄。沈燕牵着她的手，在夕阳下宣誓：林婉，我娶你，不是因为同情，不是因为怜悯，是因为我爱你。从大学图书馆里你递给我那杯咖啡开始，从你看我打篮球时眼里的光开始，从你说沈燕，你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投资人开始。这10年，我从未停止爱你。我承诺尊重你，支持你，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我承诺不背叛，不欺骗，不让你流一滴委屈的泪。我承诺陪你走过高山和低谷，直到生命的尽头。林婉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这是幸福的泪。她想起3年前，她也曾穿着婚纱站在另一个男人面前。那时候她以为那就是爱情，那就是归宿。她付出了所有，换来的却是背叛和羞辱。而现在，她明白了，真正的爱情不是牺牲，不是忍耐，不是单方面付出，是平等，是尊重，是2个人并肩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个世界。我愿意，她说。婚礼结束后，林婉和沈燕去度蜜月。他们去了马尔代夫，住在海边的别墅里，白天潜水、冲浪，晚上躺在沙滩上看星星。某天夜里，沈燕忽然问他：婉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顾影深没有出轨，你们会是什么样？林婉望着星空，沉默了很久。也许我会继续忍下去，他轻声说，忍到他主动提离婚，或者忍到我彻底麻木，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但那样的话，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转头看向沈燕，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我要感谢他的背叛。是他的背叛，逼我醒来了。沈燕握紧他的手，那我要感谢他，把最好的你留给了我。林婉笑了，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海风温柔，星光璀璨。他知道，他的人生真正开始了。1年后，林婉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专注于女性创业项目的投资。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那些迷茫的女孩，不要为了任何人放弃你的事业、你的尊严、你的人生。沈燕的沈氏集团和她的投资公司形成了战略合作，2人既是夫妻，也是最佳商业伙伴。某天，林婉在新闻上看到一条消息，原顾氏集团总裁顾影深因无力偿还债务，涉嫌诈骗，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据悉，顾影深在破产后，曾以虚假项目为由，骗取多名投资人资金，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林婉关掉新闻，端起咖啡，继续看手中的项目计划书。沈燕走过来，从身后环住他，看到新闻了？什么感觉？林婉想了想，说，没有感觉，那是他的人生，与我无关。沈燕笑了，吻了吻他的发顶。晚上想吃什么？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好，我去买菜。沈燕拿起车钥匙，朝门口走去。在玄关处，他回头看他，婉婉，我爱你。林婉抬起头，笑容明亮如阳光，我也爱你。快去快回。门轻轻关上。林婉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繁华的都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想起3年前的那个自己，那个为了爱情放弃一切，困在别墅里等丈夫回家的女人。他轻声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谢谢你，在发现背叛的那一刻，选择了清醒而不是沉沦。谢谢你，在5个月的黑暗里，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光明。谢谢你，敢于在废墟上重建人生，敢于在伤害后依然相信爱情。窗外，夕阳正好。林婉转身走向厨房，准备和沈燕一起做一顿简单的晚餐。这就是他的人生，不完美，但真实；有伤痕，但已愈合；有过去，但更有未来。